我们哇哇达西企鹅 days， 今天我要拍的主题是我搬家了，我搬来日本，然后来日本生活1个月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今天就想来带大家看看我日本的家，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在日本的新宿尼鸠美二丁目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，就是新宿，大概像是台湾的红楼一样，这个同志圣地。然后我们这边走路过去只要2到3分钟。据说这边是个高级住宅区，很神奇吧？竟然在尼鸠美二丁目旁边，非常的闹中取静，晚上非常安静，不会像二丁目那么吵。那边是尼鸠美，然后我们要现在走回家，这里真的是非常方便，因为这边吃的算是蛮 OK 的。对面就有一家 Coco， 然后我们家楼下正下方就有一个 Lawson。前面直走的左边就是有非常多的餐厅，还有捷运站。而且他们大门口就是放一个垃圾桶，但是我住了3、4天才发现垃圾桶在这边，根本就没发现它是垃圾桶。然后我们这边一下来就是个电子锁，嗨。而且这里日本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好像规定说一个逃生梯是户外的。日本非常喜欢做这个设计，因为跟台湾比起来，台湾的楼梯都是在室内，然后会非常阴暗，是可以直接看外面的景。现在天色逐渐暗了。这边呢就是电梯，这是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就要 check in， 非常方便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柜台人员去帮你处理，就是直接按一按就有。然后日本的电梯都非常小小可爱。住在8楼最高楼层，这1个月以来，我几乎都住在这边，我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机能性非常好，而且它空间又不会太窄太小，因为日本其实房间都非常的小。801先解锁，而且它每次密码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拍给你们没关系。欢迎光临我家，一进来就不用开灯，它这里有那个感应灯，然后我这边玄关就放了我的口罩跟出门可以用的东西，底下有鞋柜，看。它做得很好耶！现在才10月，但日本已经冷到不行。前几天已经下探到12度。我们刚来日本的时候，刚下飞机还在25度，隔天就到14度，到底落差有多大？而且我带一件厚外套，而且我超喜欢这面镜子，位于玄关一进来的走廊。虽然我好像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用处，因为看不到全身。这边是顶光吗？不要顶光！这一间非常好的点是，它真的给的用具用品都非常的足，现在还有附微波炉哎，这个一般饭店是不可能提供的，我就觉得哇，也太赞了吧！我就那么老套，非常的斯高意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厨房，厨房就是拿来放我一些平常吃的东西，保健食品，我非常爱吃各种保健食品。我在日本买的这个麦片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因为它那个脆片放久也不会到太软，台湾的有些都会放一下就软到不行。然后在日本我是来生活的，所以我在工作之余下班的时间我就会去运动，我就买了高蛋白。他们高蛋白非常方便的，因为在台湾买高蛋白是一件算蛮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毕竟各大通路其实是买不太到的。然后他们这个在超商就有了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然后在日本我也非常喜欢吃这些东西，就是超商卖各种面包，看看到底口味是好吃的。我每天都会换一种，这个我还没吃过，就真的是每天都在尝鲜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他们这里的冰箱很赞，台湾的冰箱小归小，就是真的很小又浅，这边不一样哦，你们看哦，打开之后很厉害耶，这是很深的，你看这边里面这边是可以塞到最里面去的，我吓到哎，怎么这么方便啊？然后这边就冰了我在日本买的东西，例如日本最好吃的麝香葡萄，这麝香葡萄日本买要2792日币，如果在台湾买呢很贵，一包装的话就要1000块台币。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日本做这几天的心得就是奶茶控的人好像不太适合来日本，因为真的都不太好喝，要么奶味太重，要么太甜。而且他们日本常一堆高蛋白的饮料，还算不错喝，而且各种口味。他们最近还卖这个改善睡眠的一个饮料，我喝了不觉得很甜，好像是东东那集教我做莓果跟那些油啊放在一起做的饮料，小小一罐，我觉得很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睡前我想喝甜甜的东西，想喝饮料，喝奶茶也不对，因为会有咖啡因，怕睡不着。喝什么都不对，喝水就不想喝，想喝甜甜的东西，那这就对了。改善睡眠感觉我是觉得还 OK， 至少在日本我好像还没有失眠过。说到饮料这些，我觉得日本人跟台湾真的差很多，因为他们卖饮料呢，几乎都是什么咖啡、牛奶之类的，不像台湾都是奶茶。我们台湾人是蒙古嫁来的嫔妃吗？我记得客贵人出身蒙古，臣妾喝奶茶喝惯了，都爱喝奶茶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间民宿太帅了吧，什么都有附你看，它还有附餐巾纸，还有盐巴基本的调味料，甚至还有油，连平底锅都有
附的很齐全哎，然后甚至连剪刀跟刀子都有，我吓死哎！竟然敢附这个哎！因为基本上你去住饭店什么的、啊，不可能会有这种尖锐的东西，因为很多饭店啊、民宿业者是怕有些人会可能做一些可怕的举动，所以就不会提供。但这边有附，真的是算神奇，而且连这些餐具啊都应有尽有，真的是不缺任何东西。这个也蛮厉害的，这是好像是设定温度的，可是其实我还不太会用。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厕所好了。日本人他们非常的喜欢把马桶、浴室做超级分离，就是做得很远。这间是马桶室，非常的漂亮哎，而且基本上在日本真的是都用各种免治马桶，连去夜店、酒吧都用免治马桶，除非你去那种很传统、很乡下的地方才会没有。然后我就很喜欢坐在这边坐一整天，我就很喜欢躲在这里面，然后关起来，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在一个小密闭空间跟自己独处的人，所以这是我天堂嘛。而且日本他们这边都有这个设计，就是你一冲水就会有水流下来，然后就是一个循环的概念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棒。假设你上完厕所，你就只想要洗一点点，然后就懒得开水，我就直接这样沾一沾，然后清洗一下各种部位，就很方便哎，而且不会浪费水耶，这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设计。我们的浴室还有附洗衣机，你看我来日本住1个月，一定要洗衣机啊。然后这边也是应有尽有，除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好像很多。这2个这边的 OK 棒、棉花棒都是他们提供的，完全是全新没有拆过。他们日本非常喜欢做这个设计，镜子旁边会有收纳空间，因为上次看代家他们也是这个设计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水龙头，不要看它这样好像有点塑胶感，它这样非常的好用，然后可以这样子拉，很棒哎，这样是要帮客人洗头是不是？而且他们做的那个触感是非常舒服的，你看。对啊，对屁哦！而且他们这边的水槽是要多深我就问，很深呢。然后一打开那个孔是多大，我真的很怕我东西掉下去，感觉会有人掉隐形眼镜之类的。然后我在日本就带了在台湾常用的喷雾啊，控油的喷雾，因为我常常在做头发造型等等，所以我很保护我的头发。然后还有这个也是保护发质的，或者是头皮的。你看我真的是有那么多瓶瓶罐罐。然后这是睡前可以养头皮的，光是保养头发我就这么搞刚啊！这是卸油的。王志不是拍找陌生人吃饭，然后问他说烧肉吗？殊不知我来日本每天几乎都吃烧肉，是怎样？日本人多爱吃烧肉，反正就是脸被熏到什么就可以清洁一下脸。然后大家不要以为卸妆是要化妆才可以卸，而是很多油烟啊，或是外面很多车子跑来跑去的，咻咻咻咻咻。我没有，接下短下，我没有。之类的，你就可以用它来卸，要洗干净。然后我光是发蜡也是用2罐，发泥发蜡，这要介绍嘛？改天有机会再介绍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他们这边真的很棒，连洗衣精都提供，柔软剂，然后这边又有1盒，就是真的是提供的很多呢，什么都提供哎，好扯哦。而且他们这里真的非常的神奇，我后来发现，他们连洗衣机下面都有做一些设计，就是给洗衣机的空间。因为像台湾有些租屋主都知道提供洗衣机，然后他们就是一个空间就放下去了，然后也没有为它做任何的相对的措施，然后他们是直接垫高，然后还有专门的孔。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原理，但是我觉得感觉就是对于洗衣机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如果大家有谁知道这些作用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他们光是这边就是非常的多功能，有凉风、干燥、暖房的换气，而且还24小时换气哦。然后他们的浴室附个超级大的浴缸，他们设计还很厉害，是这个杆子可以换地方哎，我后来才发现，真是很多小室内就可以直接在里面晒衣服。这边晒衣服很快，因为可以开换气功能或是干燥功能，让衣服干得更快。他们真的在小空间发挥很大的用处，非常多的机能性，我就觉得我住这几天是非常开心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各式各样的清洁用具。这整间换算下来差不多是台湾的10坪，他们就塞了桌子，还有很大张的双人床，他们连这边无所不用其极耶，更衣室哎，很梦幻哎，这个更衣室我就一看到就开心到不行。然后他们这边还有提供什么熨斗啊、然后还有是不会念，好烦哦。拍那么多节是不会念，然后还有吸尘器，想说这个小小的可能住起来会不会不舒服，殊不知它空间用到无所不用其极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工作的地方，然后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有的没的。小中不足是这样的，桌子是比较小的，所以我工作手比较没地方可以放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它非常厉害的设计，真的太贴心了吧？它这边是用磁铁在粘的耶，就是有时候大家不是要对齐，就有强迫症什么，现在把它对好，然后可能一拉一下就会歪掉，它是直接磁铁吸起来。
气真的藏在魔鬼之中哎。这阳台我觉得算还蛮不错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新宿的景，高楼也都不会太高，都蛮统一的。哦，又下雨了，日本真的现在好喜欢下雨，好像比台北还夸张。然后这边他们阳台有很惬意的休息区，而且我有发现日本非常可爱，基本上2户是连通的，他们都直接用隔板隔起来，就不像台湾是可能一格一格，中间可能是镂空。说到这点，我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，它这栋1层只有2户而已，非常的舒服。因为如果一栋人太多的话，人多就是嘴杂，所以就不太舒服。这就是我在日本的家，然后我住在这边的心情感想是非常的舒服。他们收纳空间非常的足，以外呢，很多小事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。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在日本住下来呢，乌鸦真的很吵。但是乌鸦在日本是个神鸟的意思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觉得是吉祥咯。然后我发现我在日本好像有点水土不服，不知道是怎样。刚到日本前几天睡觉的时候，每天都大爆汗，然后睡到一半要醒来换衣服去冲个澡，继续睡，我就非常傻眼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好像把冷气改除湿，变得好像没那么夸张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以上这集就是我在日本的家开箱，然后还有住在日本这几天的心得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期待未来可以拍更多日本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喜欢我里面接包箱，然后帮我发出去看左上角呢有希尔的 IG